屏幕前，1959年己亥年出生的属猪朋友，请你留步。或许你觉得人生已过大半，波澜不惊，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即将颠覆你认知的事实：你生命中最大的一场运势转变，并非发生在过去，而恰恰就在67岁之后。大家好，我是厚朴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当你刷到这个视频，这绝非偶然，而是你与自身命运的一次重要链接。过去那些让你辗转反侧的烦恼，那些对未来的迷茫，那些关于健康和财富的担忧，从这一刻起都将迎来转机。因为你人生的下半场，一场真正属于你的黄金时代，正缓缓拉开序幕。但请注意，在这场盛大的开幕之前，命运还为你设置了一道至关重要的考验。今天，我将为你揭开1959年生肖猪67岁后的完整命格图谱，句句都可能触动你的心弦。这不仅关乎你晚年的富足与安康，更关系到你能否顺利通过那道考验，真正开启福报之门。请你务必订阅点赞，耐心看完。有福气的朋友，请在评论区留下晚福已至，富贵安康，为你和家人接下这份绵延不绝的福泽。俗话说，人生70古来稀，但在命理学中，67岁是66大顺的转折点，是一个生命周期能量的圆满与新生。对于1959年出生的平地木命的你来说，经历了67载的风雨洗礼，就像一棵饱经沧桑的古木，根基已经深深扎入大地，此刻正是枝繁叶茂、开花结果的时刻。这棵生命之树将在5个方面为你结出累累硕果。年轻时，你或许像一艘勇敢的探险船，在大海中乘风破浪，追求的是财富的增长与事业的开拓。你性格中的温和与坚韧，让你在人生的战场上虽不张扬，却总能稳扎稳打。然而，过了67岁，命盘中的土运能量开始变得异常旺盛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五行中，土代表着稳定、承载与库藏。这意味着你的财运模式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。过去那种需要你辛苦奔波、主动出击的动财会逐渐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守财和生财的阶段。你会发现，过去积累的财富、房产、人脉，开始像一个自动运转的宝库，为你带来源源不断的稳定收益。这便是命理中的正财稳固，财库丰盈。你不再需要为无谓的风险投资而焦虑，内心会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。你会更倾向于稳健的理财方式，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船长，懂得如何将船安稳地停靠在最安全的港湾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会开始思考财富的传承，如何将这份基业智慧地分配给子孙，如何让家族的福气得以延续，这将成为你晚年财富管理的核心。这不仅是对家庭的责任，更是你内心深处圆满与安心的源泉。属猪的人一生都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。年轻时，你是家里的顶梁柱，用肩膀扛起了一切。子女的学业、家庭的开销、老人的健康，每一件事都牵动着你的心。而当你迈入67岁，一个奇妙的角色转换发生了。你的子女大多已经成家立业，有了自己的生活。你肩上的重担卸下了，但你在家庭中的地位却不降反升。你不再仅仅是提供物质支持的支柱，
而是成为了整个家族的灯塔。你的经验是子女们在人生迷雾中航行的指引，你的智慧是化解家庭矛盾的良方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凝聚整个家庭的核心力。孙辈绕膝，其乐融融，你将更深刻地体会到天伦之乐的真谛。你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与伴侣的关系经营中，弥补年轻时因忙碌而留下的遗憾。这种被需要、被尊重、被依赖的感觉，将极大地滋养你的内心，让你在平和中感受到幸福的真意。家和万事兴，一个和睦的家庭磁场，本身就是吸引好运和健康的最强风水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更是晚年幸福的基石。过去几十年，你或许因为事业和家庭透支了大量的精力，身体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，难免会出现一些磨损。但67岁之后，你生命的节奏会自然而然地慢下来。这并非衰老的信号，而是身体启动自我修复程序的开始。你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自己的身体，开始注重生活的质量，不再是年轻时的大吃大喝、熬夜应酬，而是转向内心的安定与精神的富足。你可能会爱上散步、打太极、读书、冥想，这些有益身心的活动，不仅能延年益寿，更能让你的心境变得平和。在命理上，土运当旺也意味着脾胃系统的能量增强，只要你注意饮食规律，消化和吸收能力会得到改善。对于心血管、肾脏等过去容易出现问题的器官，只要你建立起规律的生活作息，保持适度运动，就能得到很好的调养。记住，晚年的健康关键在于从消耗模式切换到滋养模式，用心呵护这具陪伴了你一生的宝殿。人生上半场，我们活在别人的期待里，为名利、为责任而战，内心充满了各种纷扰和欲望。但67岁是智慧沉淀的黄金时期，你会发现自己对世事看得越来越通透，过去的得失、荣辱，如今看来不过是过眼云烟。你不再为一时成功而沾沾自喜，也不再为一时挫折而一蹶不振。这种豁达的心态是岁月赠予你最宝贵的财富。不执着于吉凶的表象，借风水的智慧化解生活的困顿。如果你也在寻找破局的力量，请订阅般若语，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你的精神世界将变得异常丰富。你可能会重拾年轻时的爱好，比如摄影、音乐、园艺，也可能开始学习新的知识，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科学技术，都能激发你的好奇心。你甚至会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，通过帮助他人，实现自我价值，获得精神上的巨大满足。这种由内而外的充实感，会让你的心态比年轻人还要积极、阳光。你会明白，人生的圆满不在于拥有多少，而在于体验多深。年轻时，我们总觉得朋友越多越好，人脉越广路越宽。但走过大半生，你会深刻地认识到，人脉的质量远比数量重要。67岁之后，你会变得更加慎重和明智。你拥有了识人的慧眼，能轻易分辨出谁是真心，谁是假意。你会主动疏远那些消耗你能量的负面关系，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真正懂你、关心你的知己和家人。你不再需要无谓的应酬，而是享受与三五好友品茶对弈的闲适。在与朋友的相处中，你秉持着智慧与包容，
既能用心维护关系，又能保持自身的舒适。你懂得倾听，善于理解，总能用温和的方式化解矛盾，因此赢得了身边所有人的尊重和喜爱。一个清静和谐的人际圈，会让你的晚年生活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烦恼，内心充满安宁与喜悦。听到这里，你是否已经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期待？这份福报是你前半生善良与努力应得的回报。然而，我必须负责任地提醒你，在这片光明的晚景到来之前，命运却为你设置了一道至关重要的考验。这道考验就发生在不远的2025年，乙巳蛇年，而关键的节点就在当年的农历9月。在命理学中，这一个月对于1959年属猪的你来说，是一个生死大劫的关口。这并非危言耸听，而是天地气场运转的规律所致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？原因有3。第一，太岁冲煞。2025年是蛇年，蛇与猪在生肖地支中是4害相冲，这是6冲中最激烈的一种。而9月是戌月，戌为天罗地网之位，更会加剧这种冲撞的能量，形成一个极其不稳定的气场漩涡。第二，凶星汇聚。在这一年，你的命宫会被死符、丧门、灾煞等多颗凶星环绕。这些凶星如同阴影中的窥伺者，平日里影响尚小，但在9月这个能量激荡的月份，他们的力量会被催化到极致，如同猛虎下山，带来不可预知的危机。第三，五行失衡。1959己亥猪，五行内因为平地木，而2025乙巳年为复灯火，流年火旺。进入9月戌土之月，火生土，土气燥烈，会反过来克制你命格中的亥水之根，同时燥土也让平地木难以生长。这就好比一棵树，既缺水又遇焦土，生机受损，极易引发意外。所以这个9月对于你而言，就如同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风暴口。若能提前预知，谨慎避开，便可安然度过，从此一马平川。若疏忽大意，闯入风暴中心，则可能遭遇重创，甚至影响到我们前面所说的所有福报。那么，风暴的中心究竟在哪里？命理推演显示，有3个地方，在2025年9月，是你绝对不能踏足的禁区。特别是第1个，更是重中之重。请你一定用心记下，这不仅是风水上的提醒，更是对生命的敬畏。第1个禁区，东北方的水域，逆水夺命煞。第1个绝对要避免的地方，是与水有关，特别是位于你常住地东北方位的水域，比如江河、湖泊、水库，甚至是海边。从五行学说来看，属猪的你，地支为亥，五行属水，本应与水亲近。但在2025年9月这个特殊时期，情况发生了180度的逆转。前面提到，当月土气极旺，旺土克水，水的力量被严重压制。此时的水不再是滋养生命之源，而是充满了死气和逆气的溺水。这种异常的水气极易招来溺水、滑倒、摔伤等突发意外。看似平静的水面下，可能暗藏着将人拖入深渊的漩涡。更可怕的是，流年凶星死符恰好就落在了东北方位的水域之上，与你的命格形成强烈冲克。死符星顾名思义，代表着死亡、
灾祸等不祥之兆。它的存在如同一个巨大的能量黑洞，吸引着厄运的到来。所以在那一个月，请你务必远离东北方的水边，任何与水有关的活动，如钓鱼、游泳、乘船出海，都应尽量避免。这些看似平常的休闲活动，在那个特殊时期，都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。一时的疏忽，付出的可能是无法挽回的代价。第二个禁区，阴气聚集之地，阳消阴长煞。第二个需要严格规避的是阴气、晦气过重的地方。典型代表就是老旧的医院、殡葬场所、荒废的古宅，以及人烟稀少的墓地陵园。9月本就是季节转换、阳气渐收、阴气渐长的时节，而这些场所本身就是阴寒之气汇聚的节点。对于命格正在经受冲煞的你来说，自身的阳气和磁场本就相对虚弱，如同抵御风寒的屏障变薄了。一旦进入这些地方，外界的阴煞之气便会乘虚而入，轻则让你感到精神恍惚、注意力不集中、无端烦躁，重则可能导致你夜多噩梦、久病不愈，甚至招来一些难以解释的麻烦。这就像在一间本就漏风的屋子里，又打开了正对风口的窗户，寒气入体，百病丛生。流年凶星丧门正与此类场所有关，象征着病痛与哀伤。若非万不得已如探病、奔丧，请尽量避免前往。如果必须前往，也建议你随身佩戴红绳或开光的护身符，回家后立刻用艾草或檀香熏沐全身，以驱散沾染的阴晦之气。这不仅是身体的清洁，更是气场的净化。第三个禁区，地势险峻之处，天狗吞噬煞。第三个千万不能去的地方，是那些空旷荒凉、地势不稳的区域。具体来说，就是偏远的山区、正在施工的工地、废弃的矿场，以及有地质灾害风险的地带。在2025年9月，流年凶星天狗星的力量会异常活跃。天狗在命理学中是主意外、血光、破相和灾祸的凶星，它就像一个天空中的意外制造者，让人防不胜防。当你进入地势险峻、气场混乱的地方时，就等于将自己暴露在了天狗星的攻击范围之内。坠物、塌方、滑坡、迷路等意外发生的概率会大大增加。即便是看似安全的登山远足，在那个时期也变得不合时宜。高危工作，如建筑工人、矿工等，在此期间更要加倍小心，做好万全的防护措施。因为天狗之凶在于其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，所以请务必保持警觉，时刻心存敬畏，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而造成终身的遗憾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有些担忧，请不必惊慌。命理学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制造恐惧，而是为了预知和规避。知晓了风险所在，我们就掌握了趋吉避凶的主动权。除了避开以上3大禁区，你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，为自己布下一个强大的防护气场，安然度过这个关键时期。在9月前后，对家中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，尤其是西北方你的本命位和东北方冲煞位，切勿堆放杂物和戾气。可以在客厅的明财位摆放一盆生命力旺盛的常绿植物，或是一块天然的黄水晶，用生生不息的木气和稳固的土气来调和流年气场。内心安稳，则外邪不侵。这段时间
一静不移动。多读一些圣贤经典，如《道德经》《心经》，让内心充满智慧与平静。多行善事，哪怕只是对人一个微笑，一句善言，都能积累福报，化解戾气。古人云：善可避祸，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。根据五行相生的原理，1959己亥猪，五行上需要木来生旺，因此佩戴与木相关的饰品，如绿色的玉石、翡翠，或是木质的手串，都能起到平衡自身磁场、化煞转运的作用。它们如同一个温润的能量场，时刻守护着你。早睡早起，饮食清淡，避免大鱼大肉和寒凉之物，以保养脾胃。脾胃属土，是后天之本。脾胃强健，则中气十足，自然能抵御外界的冲煞。屏幕前所有1959年属猪的有缘人，请记住，命运就像一条蜿蜒的河流，有平静的港湾，也有湍急的险滩。2025年9月的这场考验，并非是命运的终结，而是对你一生智慧的检阅，是一场让你迈向更高生命境界的晋级赛。当我们懂得谦卑地遵循天地自然的规律，当我们用智慧和谨慎去应对挑战，命运的齿轮便会朝着吉祥的方向转动。所谓的命由天定，运由己生，福祸的转换，往往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，一行之间。愿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属猪朋友，都能在那个特殊的9月避过劫数，平安顺遂。从67岁开始，真正开启你人生的黄金时代，福慧双增，富贵绵长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请不要吝惜你的订阅和点赞，并把它分享给你身边1959年属猪的亲人和朋友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善行。最后，请再次在评论区留下晚福已至，富贵安康，让我们共同祈愿，迎接属于你的最宁静、最美好的时光。